大家好，我是志飞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要跟你们说5件事情。这5件事情，可能在你的国家很多人做，很多人知道，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少人做。如果你说这些事情，可能中国人会听不懂。那第一件事呢，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去健身房。在小城市或者农村，很多人不会去健身房。如果是50岁、60岁的人，他们更想去外面运动。比如你可以去公园散步，你可以去跳舞和打太极。还有的人想，我不胖，我不需要运动。那谁会去健身房呢？一般是年轻人，特别是住在大城市的年轻人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年轻人更喜欢去健身房。在中国有一个 APP 叫 Keep， 很多人用 Keep 在家锻炼，很方便，不用去健身房。以前我也很喜欢用 Keep， 我会跑步，我会在家运动，很好用。第2件事情，在中国，大多数人去公立学校，不想去私立学校。私立学校呢，就是爸爸妈妈给钱，一般比较贵的学校。公立学校呢，国家政府会给钱，所以比较便宜。大多数的中国人觉得公立学校比较好。我有很多美国朋友，以前我住在西班牙，我看到这些国家的爸爸妈妈更想孩子去私立学校，虽然更贵，但是他们觉得私立学校更好。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。我小的时候在深圳学习，我们觉得最好的学校是公立学校。很多人觉得私立学校不一定好，而且很贵。在中国有一个考试，高考。如果你想去中国的大学，那中国人要参加这个很难的考试。大多数的中国人想，公立学校的老师更懂得怎么帮孩子准备高考。所以，如果孩子想上中国的大学，他们希望孩子去公立学校。那谁会去上私立学校呢？一般呢，你需要有钱。还有，如果你想要出国学习，你想要上外国的大学，你可能会选择私立学校。3，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经常出国旅游。以前我住在欧洲，我住在西班牙。欧洲的国家比较小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出国，你坐1个小时、2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了，而且机票很便宜。我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，如果我想去法国巴黎，有时候
我可以买到10欧元的机票，真的非常便宜。但是你知道中国很大，所以如果要出国很远，在中国你已经可以看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还有，如果一般中国人想出国，机票会更贵，机票、酒店很贵，然后你还要花钱办签证，也比较贵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中国护照，去很多地方都要签证，很麻烦。比如2023年，我的爸爸妈妈想要去欧洲，他们想看看西班牙和法国，但是西班牙不给他们签证，他们不能去，很麻烦。这个中国护照，所以中国人拿着中国的护照出国真的不太容易。第4件事情就是很多中国人不用止汗剂。止汗剂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运动，你健身，然后你出汗，你的身上有好臭sorry， 那这个时候你会想用止汗剂。很多中国人不用，比如说我从来不用，我的家人也从来不用。我们运动，我们出汗，我觉得我们不太臭，所以没关系，不需要止汗剂。很多中国人他们没有用止汗剂的习惯，没有人教他们用，所以他们不用，他们没有这个习惯。那谁会用呢？一般是年轻人，可能是经常运动的人，经常去健身房的人，需要止汗剂。或者如果你要去办公室上班，你不想要很臭那你要用止汗剂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好笑。现在差不多晚上9点，我有点累了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最后一件事情，第5件事情。第5件事情就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间隔年。间隔年我知道在一些国家，美国、欧洲，有些人上完了中学，上了高中，他们不知道做什么，可能他们想休息1年，去很多国家旅游，去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再上大学。但是这个在中国真的不常见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做这个呢？很多爸爸妈妈会想，你什么？你要休息1年？1年很长。天哪，你去旅游，你去看世界，哎呀，浪费时间，不好。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不明白为什么要有 gap year。 那有些人会想，如果我休息1年，我的朋友已经上大学了，我有一点担心，我不想要休息，然后没有做什么事情。当然
在中国，你有很大的找工作的压力，你知道的，中国有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个人都会想，我怎么可以做到最好，上最好的大学，学习的最好，找到最好的工作。所以中国人都在想，我可以怎么努力，而不是我怎么去有一个 gap year 去做有趣的事情。那谁会做 gap year 呢？可能有些人的爸爸妈妈可以理解，他们会想，孩子可以去做 gap year， 或者他们想一想以后要做什么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看到很少很少的朋友会做 gap year， 真的不常见。好的，那今天我告诉了大家5件不太常见的事情，一个就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去健身房，第二个是大多数人想去公立学校，不太想去私立学校，第三个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经常出国旅游，第四个呢，就是很多中国人不用止汗剂，第5个呢，就是很少很少人会做间隔年 gap year， 很多人不知道间隔年是什么东西。什么？你要休息1年？你脑子进水了。好的，那今天这个视频先到这里。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有趣的呢？你去过中国吗？你去中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在我的国家很常见，但是中国人不太懂，不太知道的呢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